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北溪管道究竟是不是乌克兰炸的？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震惊世界的大案子——北溪管道爆炸案。最近呢，德国的媒体给出了最新的调查结果，作案小组的7名嫌疑人全部身份确认，而且核心人物已经在意大利落网。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事件真的是乌克兰人干的吗？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北溪管道为什么如此重要，要被炸掉呢？先给大家捋一捋这个背景啊。北溪天然气管道呢，是德国与俄罗斯间的重要的能源大动脉，它横穿波罗的海，从俄罗斯直通德国，每年能输送上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对德国来说，北溪就是廉价的能源保障；对俄罗斯来说，它是政治和经济的一个双重筹码。但在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反手减少供应天然气。到了2022年夏天，北溪1号几乎被关停，北溪2号呢更是从来没有启用过。在这种背景下，2022年9月26日，波罗的海的海伯恩霍尔姆岛附近突然传来爆炸巨响，北溪1号和2号同时被炸出了巨洞，整条管道报废。这下可好，欧洲能源彻底乱套，德国被迫以高价进口美国 LNG 和挪威的天然气，欧洲老百姓冬天供暖都要掏更多的钱。谁干的？一时之间成了全球当时的最大的悬案之一。我们再来看看最初的疑点和猜测啊。刚出事的时候呢，大家的猜测五花八门。俄罗斯说是美国干的，美国说是俄罗斯自导自演还有人怀疑是某些环保激进组织干的，因为地点在国际水域，证据很难找，加上涉及太多国家利益，真相一直扑朔迷离。德国、瑞典、丹麦都在查，但迟迟没有公开明确的结论。不过呢，德国检方没有停手，他们一点点把碎片拼凑起来，调查从一艘小帆船入手，慢慢的抽丝剥茧为德国人的这个细致工作认真精神点赞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侦破的细节，由一艘小船牵出了这个大案，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调查发现，嫌疑人是通过一艘从罗斯托克港出发的帆船运送炸药和潜水设备的。这艘船的船名叫安德罗美达号。德国警方在船舱里找到了残余的炸药痕迹，还发现了潜水装备留下的痕迹。那么更重要的是，嫌疑人用的护照是真护照假身份。什么意思呢？就是护照确实是乌克兰官方渠道签发的，但里面的名字是虚构的假身份。也就是说，有人帮他们开了一个方便的护照之门，并且通过欧洲的边境记录、电话通讯还有酒店的入住信息，德国检方逐渐锁定了一支7人的小组，而这个7人小组实施了整个的爆炸行动。我们来看一看这嫌疑人的身份这7个人的身份最终被确认了。一名船长负责驾驶安德罗美达号，一名协调人也就是主谋49岁的乌克兰公民谢尔盖 K， 一名爆破专家，懂得如何在深海去安放炸药，加上4名潜水员负责下海具体安装实施炸药。这其中最主要的谢尔盖 K 就是行动的总导演，他最近在意大利落网，德国立刻发出了引渡要求，现在就等意大利法院裁定要不要把它交给德国。另外还有一名潜水员叫维斯沃尔的 K，
但是呢，他已经死在了乌东战场上。更蹊跷的是，这个人在2024年之前还曾经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的维尔德弗莱肯训练基地受过德军的训练。这是不是说明德乌之间早就有某种军事合作呢？这一点特别耐人寻味。剩下的嫌疑人有的在逃，有的下落不明。德国检方对6人都发出了国际逮捕令。我们再来看看被捕的这个细节啊。谢尔盖 K 的抓捕过程颇具戏剧性，他在意大利生活的很低调，用的也是个假身份，本来以为能够躲得过去，但意大利警方在一次例行检查里发现了他的异常，通过交叉比对数据后，发现竟然和德国通缉名单上的人对得上，于是他被当场带走。德国很快就要求引渡。另一个细节更让人疑惑，调查发现去年夏天，其中一名嫌疑人还堂而皇之的开着乌克兰驻波兰军事武官的车辆返回了乌克兰。这样一来，他就成功的躲过了德国警方的追捕。你想，能用上外交的车辆，这显然不是普通民间小组能够做得到的，对吧？于是德国的尴尬就来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德国就很尴尬了。想想看，北溪是德国的能源命脉，被炸之后呢，德国的经济损失惨重，能源价格飙升，民众怨声载道。现在调查结果出来了，嫌疑人全是乌克兰人，可乌克兰可是德国全力支持的盟友啊。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爱沙尼亚的访问时被记者问到，如果真是乌克兰干的，德乌关系会不会出问题？他的回答很小心，他说我们要等最终结果出来再做判断，意思很明显，现在不敢乱说。因为一旦坐实乌克兰官方参与德国就陷入两难，继续支持乌克兰就对不起本国的利益，公开谴责乌克兰，指责乌克兰，就等于撕破了盟友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看乌克兰的动机。问题来了，乌克兰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动机呢，其实也非常清楚。第一，北溪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天然气直接输送给德国，乌克兰失去了过境费的收入。第二个呢，只要有北溪管道存在，德国就有可能和俄罗斯恢复能源合作，乌克兰的战略价值就被削弱了。第三个呢，通过炸毁北溪，乌克兰逼着欧洲彻底断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念想，从而绑死在乌克兰的战车上，所以这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和意义的。所以从乌克兰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场战略性的破坏，但问题是这样的做法相当于炸了盟友的后院，德国怎么能不生气呢？多少要打个招呼啊，对吧？是否有密谋呢？我们不能瞎猜。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在大国博弈下的这种真相究竟能不得到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就被各个大国的各种叙事所包围。俄罗斯一口咬定是美国干的，美国则矢口否认。现在调查结果指向乌克兰，那么最终会不会被政治化处理？这很有可能。你想想，真相摆在台面上，如果公开宣布是乌克兰官方主导，那么西方联盟内部会爆发大地震。所以也许最后的结论会被模糊掉，变成一句某些乌克兰人自行行动，而不是乌克兰政府的一个指使。那这样就面子就挂住了，对吧？面子不会挂掉所以玩叔的观点就来了我们回到这个标题的问题北溪管道是乌克兰炸的吗？
从目前调查来看，嫌疑人全部是乌克兰人，而且行动中有很多官方背景的影子，很难说这是完全是自动自发行动。但是在现实政治里，德国和欧盟未必会愿意揭穿这层纸，对他们来说，支持乌克兰是政治大局，是吧？是战略的大局，真相反而是最尴尬的东西。北溪管道爆炸，真正的受害者是欧洲的普通民众，他们要为更高的能源账单买单，要为盟友之间的博弈付出代价，而真相可能永久停留在半公开的一个状态。当然，王叔是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但是一码归一码。北溪爆炸案如今嫌疑人的身份已经全部确认，主谋被抓，案情逐渐清晰，但真相背后牵动的是大国政治和能源利益。乌克兰有没有动机？有没有能力？从证据看也有，但德国敢不敢于公开承认？恐怕很难。这是王叔的结论这就是这个案件最诡异的地方。真相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国是否愿意接受哪一种叙事呢？在政治与法治面前，哪个更重要呢？以上分析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与王叔互动，打在屏幕下方。好的，谢谢大家。